硬拉。硬拉可以说在我们整个构建肌肉和力量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一个同深蹲和卧推三分天下的复合动作，几乎可以覆盖到全身80%的肌肉，也是绝大多数人训练中负荷最大的一个动作。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健人对于硬拉可谓是又爱又恨。硬拉过程中募集的肌肉囊括了这个深膝肌群、深髋肌群、核心肌群以及整个背部，包括了你英俊的面部和拔丝的咬肌。除了少部分负责推力动作的肌肉，比如说胸大肌、肱三头肌等等，身体其余肌肉几乎都能参与其中。所以你既可以把硬拉划分到这个腿部训练日中，也可以把它划分在背部训练日中，这个问题都不大。我通常会喜欢后者，放在练背的那天进行。那么除了这个涵盖的肌肉量多，有益于增肌之外，硬拉还能构建强壮的后侧链以及在负重状态下腰椎保持刚性支撑的能力和自下而上的这个力量传输的效率等等等等。此外，对于男生而言，硬拉还能促睾，而对于女生，硬拉又能翘臀，真的是个非常全面的动作。但是硬拉这个看似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就是把杠铃从地上拎起来的动作，却暗藏了很多技术细节，而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细细去揣摩。那么接下来我会从每个细节入手，将硬拉拆分为多个阶段，来让大家学习这个重要的动作。对了，这里补充一下，因为硬拉分为多个类型，我们今天主要涉及的是最根本也是最基础的传统硬拉。那么对于这个传统硬拉，我通常会将它分为4个主要的阶段准备阶段、向心阶段、锁定以及离心阶段。首先我们来看硬拉的准备阶段。首先是站位我们的双脚和杠铃杆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空间关系？这个问题很好回答想要高效的提起重物，那么支点和重物重心之间的水平距离应当尽可能的靠近。这个并不需要你有多高深的物理知识生活常识即可教会你。比如说在公司秀个肌肉，帮忙换个饮水机的水，你一定不会隔着一个身位就去提起这个水桶硬拉也是同样的道理。足部的中心点可以视为我们的支点，我们必须位于杠铃杆的正下方然后再来说这个站距传统硬拉的站距区别于相扑硬拉，不用分得太开，与髋同髋，也就是我们平时站姿的站距即可。这里分为握距和握法。首先是握距，硬拉的握距不应当像这个抓举动作那样分得太开，因为更宽的握距对于抓举来说缩短了这个做功的距离，但是对于硬拉而言反而增加了做功距离，而且还会牵扯到几个重要关节的这个角度变化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所以硬拉通常按照肩宽来握杠即可，这样的话小臂会刚好和膝盖有个接触。至于握法的话，除了一些极具挑战性的重量会采用正反握以此来抵消这个杠铃滑动的趋势以外，其余情况我都建议使用双手正握的方式这样在硬拉的过程中我们的小臂也会得到很好的强化，而过早的使用这个助力带更不是一个绝佳的主意。当我们的手和脚都固定好之后就要调整这个其他几个重要的关节角度，以此来得到最佳的力学结构。这里首先要打破了就是很多人认为的一个常识，手臂需要垂直于地面。其实事实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一个真正完美的硬拉，它的准备阶段和启动部分，肩膀应当是位于杠铃杆的前侧，而我们的肩胛骨才应当正好位于杠铃杆的正上方。然后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背部绝大多数明白人都知道硬拉万万不能弯曲下背部，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龟背硬拉。这种自杀性的错误姿势会逐渐抹杀你的这个椎间盘，要是重量足够大，抹杀可能就在一瞬间。因此硬拉全程都需要挺直背部尤其是下背部。而至于有些人喜欢反弓背部，也就是过度的伸展腰椎，也不提倡这样做虽然没有弓背来的要命，但是同样存在潜在危险。至于这个圆背技术，咱们不在此进行讨论普罗大众也几乎用不到。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已经确定了手、脚、肩膀以及背等部位的这个正确位置。那么接下来一个重点就是臀部的高度过低的臀位会导致膝盖过于靠前膝角过小的问题。相反，过高的臀位也不合适，这样会让背部处于过于接近水平的位置，导致咱们这个下背部的压力陡增容易受伤，而且不利于举起大重量。要找到正确的臀部位置，我们需要额外考虑一个因素，就是背阔肌对手臂和杠铃提供的稳定性这里我们会稍微涉及一丢丢力学的概念，如果你不想听我在这叨叨叨的话，可以直接跳到后面看结果。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借助这块小白板来简单的做一个力的分解和力矩的计算，从而让大家更深刻的理解之间的力学关系也找到这个臀部的位置我们就假想埃里克正在做硬拉，然后这个是他的背，这个是埃里克的胳膊，这胳膊挺长了，然后下面是杠铃，杠铃提供的重量是 W， 再画个脑袋吧，这画功力不怎么样，大家将就看一下就行了。再来个耳朵，
然后我们再做个铅垂线啊，铅垂线，也就是竖直指向地心的一个辅助线。然后我们就可以给这个杠铃的重量 W 做一个力的分解啊。首先是它会垂直手臂的方向有一个分力，叫做W1，然后再沿着手臂的方向有一个分量叫 W2 啊 ，W1，这个地方垂直的。然后我们手臂的长度是 L 就叫 L，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求这个杠铃给手臂造成的这个力矩是多少啊？这个套1等于 W1乘上一个 L， 然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给个角度啊，因为这个角度其实在做动作的时候是已知的，因为你手臂的固定位置我们刚才已经确定了，就是当肩胛骨处在杠铃杆的正上方的时候啊，这个角度我们叫做 theta， 那这个角度啊也是 theta。因为它们两个相等的角度，那这就应该等于 W 乘上一个 sin theta 再乘上一个 L， 这就是套1啊，也就是 W1沿着手臂垂直的方向造成这个力矩啊。这个时候我们再把目光往上看啊，我们假想这个背阔肌啊给这个手臂造成那个拉力是沿着这个方向，沿着这个方向啊。给它取了个名字叫 F， 然后这个角度目前是未知的，我们叫做阿尔法，我们就需要找到它的具体大小，找到了它的大小，也就找到了背的倾角啊，找到了背的倾角，也就确定了臀部的位置啊。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 W1造成的一个力矩是沿着这个方向，那么我们背阔肌要提供一个力，要反向于这个 W1来进行一个互相的对抗，这样才能让手臂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下。然后这个 F 我们也可以做个简单的力的分解，一个是垂直手臂的方向，一个是沿着手臂的方向，这两个力，这个是 F2， 这个是 F1啊。这段比较短啊，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不过也没关系，因为 F2不是我们主要找的一个力。然后背阔肌在肱骨上连接的这个点和肩关节之间这段距离是确定的，我们叫做 L1 飘啊。这个图上看的有点夸张，是因为我把它距离拉长了，这样方便我们更加清晰明了，就看之间的一个相互空间关系啊。这个 L1是确定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沿着 F1的这个方向这个力矩是多少，我们叫做 τ2等于 F1乘上一个 L1 飘，然后就等于 F 乘上一个这个角度是阿尔法 sin阿尔法再乘上一个 L 飘啊，这个时候只有当这个 F1这个方向的这个力矩，也就是背阔肌提供的这个垂直手臂的力矩和这个杠铃在 W1方向提供这个力矩，它们之间相等，也就是τ1等于τ2，手臂才处于稳定的状态下，那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个 W sin theta 乘上 L 等于 F sin 阿尔法 L 一飘。那么 F 就等于 W sin theta L 再除上一个 sin 阿尔法 L 一飘。我们知道，只有当这个 F 也就是背部给这个手臂的拉力处在最小值的时候，我们整个动作才是最高效的啊。那什么情况下这个 F 为最小值呢？我们看啊，这个 W sin theta L 和 L 一飘都是已知的，也就是固定的。只有当这个 sin 阿尔法为最大值的时候 ，F 才是最小值。那么什么情况下这个 sin 阿尔法才是最大值呢？就是当阿尔法等于90度的时候，这样的话 sin 阿尔法才等于1，这个时候 F 才处于最小值。那我们已经得出来了，只有当这个背阔肌和肱骨之间是处于一个90度的关系，这样的力才是最高效的。那我们接下来也就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就找到了背的倾角，找到了背的倾角，我们的臀部的高度也就确定了。当然，如果你对角度不敏感的话，我也可以教你一个更简易的办法，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臀部位置。就是当你在做硬拉的时候，你可以留意自己每次慢慢下放杠铃，直至触碰地面的时候，此时此刻你臀部所处的高度，那么这个位置大概率情况下就是你的最佳臀位啊！你可以在此后的准备姿势中将臀部固定在这个位置。
只要准备阶段的做到位，硬拉你就几乎成功了一半。硬拉的这个象形阶段，也就是拉起杠铃的过程，可以简单的划分为2个小阶段。第一个小阶段是将杠铃从地面拉到膝盖，这个过程主要是以伸展膝盖为主，背部的倾角和髋部的夹角变化都不大。第2个小阶段是当杠铃杆过了膝盖之后，同步伸展膝盖和髋部直至站直，然后锁定。这里很多人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将这个杠铃拉离地面之前，或者拉起杠铃之初，臀部过度的抬高，造成上半身更接近水平这样无疑突然增加了下背部的受力，增加试举有难度和受伤的风险。这种问题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这个大腿后侧的腘绳肌没有保持好持续的张力。我们应当从起始位置开始就保持整个后侧链的紧张和稳定性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里再回到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肩膀应当在杠铃杆的前侧？如果起始位置肩膀落在了杠铃杆的正上方，那么就会导致你的身体重心位于杠铃杆的后侧，拉起过程必定会产生不必要的平衡问题。如果将杠铃提起之后，但最后并没有锁定这在力量举的比赛中是不算成绩的对于日常训练而言也是如此，只有做好顶端锁定，再完成下方阶段才是完整的动作形成。在锁定阶段经常容易犯的错误有以下几点：过度后仰反弓脊柱有一部分人习惯在拉起杠铃站直以后，继续延伸一部分伸髋和伸展脊柱的动作，好像是在完成某种奇怪的仪式这好吗？这不好。我劝这位年轻人好自为之，好好反思，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聪明。同样的，锁定之后，斜方肌和肱二头肌也没必要继续向上做功只需要你老老实实站直即可，没必要附加任何额外的动作。离心阶段即为下方阶段这个过程完全是拉起阶段的倒放没有任何差异，依然是分为2个小阶段。杠铃杆在膝盖以上为第1个小阶段而过了膝盖之后直至落于地面为第2个小阶段。在第1个阶段中，小腿一直需要垂直于地面屈髋为主，屈膝为辅，而过了膝盖之后再完成最后的屈膝部分。这里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在第1阶段屈膝过多导致膝盖出现在这个杠铃的移动轨迹上，要么两者来个一冲一，要么本能性的将杠铃划过弧线以避开膝盖这些都是应当极力避免的情况。咱们落实好了上面这些要点，你就可以完成一次标准的硬拉了。但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不同骨骼尺寸的人在硬拉启动姿势上会有些许的差异，这些差异不光是关节角度的差异，还会带来同样重量下难易度的差异。所以骨骼精奇的朋友在具体实操的时候，可以按照上述方法做些许调整。视频的最后我要说一下，为什么硬拉我们要如此细化每一个细节因为硬拉同深蹲一样，需要面对的重量如此巨大，受伤的风险较高，所以容错率更低。那就需要你明白为什么每个环节要这么做的前提下，更精细化的操作每一个步骤，让这个风险最小化，让训练效果最大化。另外就是千万不要蛮干逞能贪图重量，龟背硬拉并不会让你的肌肉变得突出，只会腰间盘突出。好，今天内容就到这儿。如果你觉得有收获的话，不妨点个赞，来个3连。谢谢大家的观看，这里是 Eric 凯乐电台，我是 Eric，咱们下期见。